俄伊连出威胁，豪赌未来换脸面。俄罗斯和伊朗这两兄弟也是给大家整上了一出好戏。俄罗斯前线后方都实力，干脆学上了伊朗的癫狂，谁敢向乌军开放领空就报复谁。伊朗革命卫队放着军事目标不动，扭过头来放话，说要摧毁18家美国科技巨头。看上去挺猛的，其实就是混招。他们这一次是拿国运来赌。那么俄伊是不是真的没招了？他们这样又能改变什么？有时候火力军真是不得不怀疑俄罗斯到底是怎么了。仗打了4年，打得一塌糊涂不说，还来了一出反向学习，脑子下线，直接照着伊朗抄作业。看伊朗喊口号喊得威风，自己也开始大喊口号。佩斯科夫代表克宫发言时放话，如果欧盟国家允许乌克兰无人机利用他们的领空来打击俄罗斯，俄罗斯也要对这些国家进行报复。这件事说起来也搞笑，在这个春季乌克兰打得太漂亮了，俄罗斯天天喊着自己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结果乌克兰春季大反攻收复了480公里的领土，俄罗斯则刚好相反。根据美国战争研究所的数据分析，3月份俄军在整个乌克兰前线未取得任何领土进展，这是过去2年半以来的头一遭。前方寸土未进，后院还疯狂起火，这是物理意义上的。乌斯基卢加港和普里莫尔斯克港这2个港口成为了新的焦点。乌克兰的无人机反复光顾，这边火刚灭，那边无人机就又来了。石油减产，港口停摆，1周损失就超10亿美元，这种情况换谁来都坐不住。但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又没那么好拦，克宫焦头烂额之际，屁股决定脑袋，想了一个好办法。我不拦了，我把你乌克兰的无人机送到立陶宛、拉脱维亚还有爱沙尼亚去，到时候看你怎么解释，你们几个国家扯皮去吧。于是整个3月底，波罗的海3国迎来一架又一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直接挑明了，这就是被俄罗斯的电子战干扰的，乌克兰怎么可能对这些国家下手？这3个国家也不傻，对乌克兰表示理解的同时，一起将矛头对准了俄罗斯。要不是你俄罗斯，无人机怎么可能会飞过来？俄罗斯辛辛苦苦策划一出离间计，就这样轻而易举的被破了。他们怎么能忍？索性坐下耍无赖。什么？乌克兰飞机飞你们领空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你们向乌克兰开放领空了呀！你们这些国家平常反对我就算了，现在竟然对我的敌人开放领空，你们等着我报复吧！现在大家应该能看懂佩斯科夫为什么会突然开始威胁欧盟了吧？这就是俄罗斯耍无赖的招数，自己算计落空就倒打一耙，顺便再指望着用这一招威慑一下欧洲国家。毕竟我俄罗斯打一次乌克兰也是很不容易的呀，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都要被乌克兰的无人机打穿了。要不放狠话，震慑一下你们这群欧洲国家，这样让你们都站在乌克兰身后，甚至再进一步帮着乌克兰打我，我的面子往哪儿搁？不过他学的用的终归还是伊朗已经用惯的招数，明显落后了。伊朗已经进化出了无赖 2.0 版本。美国在中东有科技公司呀，很好，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你们这些科技公司也是我的人质了。要不怎么说伊朗和俄罗斯是兄弟呢？被打到多惨都影响不了他们嘴硬，叫嚣着打美国的科技公司。革命卫队发布了一份堪称魔幻的声明，把微软、苹果、谷歌、英特尔、英伟达、特斯拉、波音等18家美国科技企业巨头全部列为合法打击目标，罪名也好按，刚好你们一个个都是科技公司，我就说你们利用人工智能帮助美以锁定和暗杀伊朗目标。我伊朗不是纸糊的，现在这群公司就在我面前，你们美以每来一次暗杀，我就毁你们一家公司。紧跟着伊朗就高调宣称说他们已经打击了甲骨文在迪拜的数据中心和亚马逊在巴林的云中心，但是他们又拿不出证据来佐证自己的战果。然后好笑的来了，迪拜官方直接在凌晨发文打脸，确认了这是假新闻。亚马逊在巴林的设施则是确实被无人机影响到过，不过巴林民防团队很快就扑灭了火情，服务迅速恢复。这一招看得火力军都有点发愣，打得好好的，动美国公司干什么？仔细一想，原因也简单，被打得太惨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伊朗上一次喊着要报复美以，要跟美以清算血债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刚开打的时候，伊朗的军事指挥体系几乎被一锅端，那时候的伊朗天天喊着要复仇，要让美以血债血偿。结果到现在没音了，好像那些口号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伊朗一遍又一遍喊着我们不停火，我们要结束战争，美国要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才愿意谈判。那些血债仿佛不存在了一样，剩下的只有向美以无穷无尽的索要筹码。其实这也不怪伊朗，只有真的挨打过后才会知道到底有多疼，也才能明白自己面临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对手。就问一个问题，
在不知不觉间，伊朗已经把真实承诺4这一报复行动拉到了90多波次，但它到底有什么实际战果？大家能说出来多少？形成对比的是伊朗的损失，那可就有的谈了。这次战争里，伊朗损失最严重的大概就是他们的指挥体系，核心高层几乎被连根拔起。从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到各军兵种司令、情报老大，伊朗军方高层经历了一轮惨烈的换血。伊朗原本还敢高呼“你们打就打，反正我们被足了替补，保证不会影响我们的运转”，现在也不敢说这种话了，因为他们发现美以是真的能继续杀下去的。他们吹捧的替补体系永远离不了一个致命问题：替补哪有原装好？再看军事硬件和基础设施的损失，那更是触目惊心。武器制造基地、防空系统、导弹储存设施和发射场，哪个也没能逃过。由于固定的指挥中心大多已被摧毁，伊朗被迫将指挥部搬进移动单元，结果这些临时指挥所也没能逃过猎杀。从核设施附近的黄饼生产厂到关键的无人机生产综合体，再到遍布全国的导弹仓库和研发基地，伊朗花了多年心血构建的国防工业体系正在被美以一点一点拆解。这套组合拳打下去，伊朗的反击能力被彻底削弱。仗打到这个份上，伊朗终于发现了一个尴尬的事实：跟美以硬碰硬真的打不过，也不敢喊复仇了，但是也不能露怯，不然就真丢大脸了。所以革命卫队脑筋一歪，才来了这么个骚操作。我打不过你的军队，打你的公司总行吧？但是这一招其实就是在赌，他们把美国在海湾地区数百亿甚至数千亿美元的科技投资当成了人质，试图用威胁民用基础设施的方式来逼美国和以色列停手。但问题是，这种打法除了暴露自己的无能之外，什么都做不到，甚至还透支本国未来。对于俄伊来说，在这种时期动用这种掀桌子式的招数，带来的绝对不会是什么战略优势，而是彻头彻尾的反噬。就拿伊朗来说，德黑兰可能没想明白一个问题：那些数据中心和云基础设施不是单纯的美国资产，而是深深嵌入海湾各国经济体系里的命脉。过去几年，海湾地区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扩张最快的区域之一。根据 CNBC 的报道，仅沙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国就在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上投入了数千亿美元。微软承诺到2029年向阿联酋投资150亿美元。甲骨文、英伟达、思科都参与了阿联酋的星门 AI 园区，占地10平方英里。这些项目不仅仅是美国公司的海外扩张，更是海湾各国经济转型的核心支柱。沙特要摆脱对石油的依赖，阿联酋要当全球 AI 中心，这些目标全都建立在这些设施之上。结果伊朗往这些设施头上扔导弹，直接把邻居们未来的饭碗给砸了。地缘政治是影响经济投资的重要元素，中东有伊朗这颗不定时炸弹，哪个投资者敢来投资？他们过去几十年苦心经营的稳定、中立、调停者形象被伊朗亲手毁掉了。这笔账算来算去，最后只会算到伊朗头上。毕竟如果没有伊朗，他们哪会遭这份罪？这就意味着海湾国家的战后不仅不会跟伊朗和解，反而会全面倒向美国和以色列的安全体系。伊朗将如愿以偿，他不会再有什么邻居，只会有一圈武装了最先进美军装备，且从政府到民间都对他充满厌恶和警惕的敌对国家。未来任何经济合作、能源联通的设想都将化为泡影。哪怕美国撤除对伊朗的制裁，别人也未必愿意和他合作。他成功的用今天的恐吓为自己埋下了一颗大雷，越打越孤立，越孤立越打，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再看俄罗斯，他发出的顶空威胁同样也讨不了好。他用行动完美证明了这些国家多年来的担忧有多么正确。这个邻居根本不讲规则，且随时可能因为自己的不痛快，将任何主权行为视为挑衅。最后落脚于一点，俄罗斯的存在本身就是永久性威胁。这已经不再是一时的军事危机了，而是对这些国家发出的长期警告，逼得这些国家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永远防范俄罗斯？更致命的是，俄罗斯对欧盟的威胁恰恰说明他们低估了欧盟。在此之前，欧洲就已经面临俄罗斯给出的能源威胁了。明明欧洲已经给了俄罗斯答案，威胁对他们来说一点作用都没有。俄罗斯天然气在欧盟进口中的占比已从 45% 暴跌至约 12%， 欧盟甚至计划到2027年底彻底淘汰俄罗斯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以前欧盟还有匈牙利、斯洛伐克这些亲俄派，动不动就出来唱反调。现在匈牙利想解除对俄制裁，但在欧盟内部几乎没人搭理。冯德莱恩直接怼回去，说重返俄罗斯能源是战略失误。这一系列动作足以彰显欧洲现在的团结和决心了。结果俄罗斯跟没看到一样，又明晃晃亮出新的威胁，这只会向欧洲人宣告，一直以来他们的选择都是对的，俄罗斯不足预谋。我们可以预见，按照这样的趋势，随着每一轮威胁升级，欧盟内部亲俄的声音只会越来越小，援乌的力度只会越来越大。
所以俄罗斯每一次喊打喊杀，都是在亲手掐断欧洲对他的每一点忍让，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不断拉高军费、扩充战力，并且永远对俄罗斯充满戒备的欧洲。把这两条线串起来看，我们就能发现，俄伊的剧本惊人的相似，他们同样面临两重困境：战场打不赢，经济兜不住，再打下去怎么都是输。但他们不愿意就这样说，所以他们只能赌。伊朗赌美以在乎这些公司会为此停手，俄罗斯赌的则是欧洲会服软。他们未必不知道这个赌注有多大，但他们别无选择。然而事实会告诉他们，他们赌错了。在赌桌上，想掀桌子的人永远不可能胜利。他们如果真的要赢，只会赢到一个东西，那张由于过度膨胀而丢尽了的面子。只是这面子的代价是整个国家的未来。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罗斯和伊朗这一招能赌赢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